经常有人会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抽烟，没明显家族史，却在体检时突然被告知发现肿瘤？癌症真的都是突然发生的吗？今天这条视频我只讲一件事，慢性炎症如何一步步参与肿瘤的发生和发展。不是吓你，而是让你看清肿瘤真正开始的地方，往往不是肿块，而是慢性炎症。第一部分，先说清一个关键概念，我们先把一个常见误区说清楚。慢性炎症感染也发烧红肿，它更像是一种低强度长期存在，你几乎感觉不到的内部燃烧，但正是这种持续不停难以关闭的炎症状态，在医学上被认为是多种癌症的重要背景土壤。第二部分，我们来谈谈慢性炎症如何参与肿瘤形成。第一步，制造 DNA 损伤。长期炎症会释放大量活性氧和活性氮，这些物质会反复攻击 DNA， 时间一长，突变就开始累积。第二步，B 细胞不停分裂，炎症因子会不断向细胞发出错误信号，继续生长，不要停。于是，本该休息或凋亡的细胞开始失控繁殖。第三步，让坏细胞不死。慢性炎症会抑制细胞凋亡，让本该被清除的异常细胞继续活着。第四步，给肿瘤修路供血。炎症还会刺激心血管生成，为肿瘤提供氧气、营养，甚至为它的转移铺路。一句话总结，慢性炎症不是直接制造肿瘤，而是让肿瘤更容易出现，更容易活下去，更容易长大。第三部分，哪些癌症和慢性炎症关系最明确？在医学研究中，有几类癌症与慢性炎症的关系非常清楚：结直肠癌、长期肠道炎症、肠道屏障破坏、菌群失衡；胃癌、慢性胃炎、幽门螺杆菌相关炎症；肝癌、慢性肝炎、脂肪性肝炎、长期肝纤维化；胰腺癌、慢性胰腺炎、长期代谢炎症；食管腺癌、胃食管反流慢性刺激细胞改变；部分乳腺癌、肥胖相关脂肪组织炎症。你会发现一个共性，这些肿瘤几乎都发生在长期被刺激、被修复、被消耗的组织里。第四部分，一个非常重要的澄清，这里一定要说清楚，慢性炎症一定会得癌，但它会提高突变概率，削弱免疫监控，改变组织环境，让本来不容易发生的事变得更容易发生。第五部分，如何预防慢性炎症相关的癌症。核心目标不是防癌本身，而是长期把身体的炎症负荷降下来。记住这5个关键原则：一、稳住血糖，避免反复高低波动；少含糖饮料、精制糖，主食优先全谷、豆类，血糖越稳，炎症信号越低。二、减少炎症型脂肪环境，控制内脏脂肪，腰围，用橄榄油、鱼类，少吃反式脂肪。脂肪不是问题，发炎的脂肪才是。顺便提一下，反式脂肪是人工改变结构的脂肪。人工反式脂肪主要来自部分氢化植物油，为让油更稳定，口感更脆，如植物起酥油、人造黄油部分、饼干、蛋糕、奶精、速食面点、油炸食品、反复加热的工业用油。三、提高植物密度，而不是只看热量，多蔬菜、豆类、全谷、浆果，给身体提供多酚和膳食纤维。植物是炎症的刹车器。四、保护肠道与黏膜屏障，不长期滥用酒精、止痛药，关注肠道不适、慢性胃肠炎。很多炎症型癌症起点在黏膜。五、别让炎症年复一年的存在，定期体检，关注高敏 C 反应蛋白 HSCRP， 肝功能如谷丙转氨酶、谷草转氨酶、谷氨酰转移酶，肠道症状长期腹泻、便秘、腹胀、便血等。时间是慢性炎症转化为癌症的放大器。结尾总结，癌症几乎从来不是突然出现的，它更像是在一个长期低声燃烧的炎症环境中被一点一点养出来的。你真正能做的，不是等肿瘤出现再反击，而是尽早熄灭身体里那些你看不见但一直存在的火——慢性炎症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如果这期内容对您有帮助，欢迎点赞、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并分享给家人和朋友，让
让更多人提前了解与慢性炎症相关的癌症的科学知识与预防策略，一起用科学守护健康。